关注大度，也白富。What's up？ 我是大度，今天特别的兴奋啊，因为我要开箱我人生中的第一台雷蛇啊！但是这台机器并不是我买的，而是由我的粉丝，我会放在这里，由他提供给我的。机器是零刃16，然后是5070 钛的版本，在国补以后是2万块钱的价格，还是挺扎实的。2万块钱的5070钛笔记本，价格呢你们懂的，它是蛇嘛。我也是第一次拆雷蛇的包装，这个包装刚刚露出来的第一瞬间，我的反应就是哇。这个不是苹果电脑的包装吗？因为很明显这里是有一个易拉条的，已经被粉丝朋友拉掉了哈。280瓦的电源啊，这个电源其实是有点重的，有811克。一个绒布保护着机器，拿出来看一下下面还有什么。这个应该就只是说明书吧，不送点贴纸啥的吗？哦 ，damn， 有贴纸，有贴纸。好，终于来到了机器的本体啊，雷蛇零刃16啊，第一次先给大家看，巨黑无比，你们能看到吗？我穿的就是一件黑衣服，还要更纯净哦。写这个 logo 太骚了，这个绿色的 logo bro 2093克哦，那已经算是比较轻的了，在这个级别里面。当然它不像幻兽 Air 那么极致的轻哈。然后拿在手里面，最好的印象就是你们看它的多薄，还没有我的一根手指头厚，而且做工非常的规整，四四方方的，很规矩的长方形。哦嘞谢 bro， 质感不用说了，拿在手里面这种刚性。哇、这个金属的感觉，但是呢，发现了一个小问题，就是它的粘指纹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。零刃16有16寸的版本，我觉得2.1千克的重量，配合它的这个锐龙 AI9加5070钛的显卡，在这个规格下，我觉得这个机器的重量是完全可以接受的，很不错。而且整个细节做工。哇，它这个接缝控制的太极致了，甚至比 MacBook 的接缝控制还要极致，帅！满分5分，这个外观你们可以打几分？4.9分吧。唯一的0.1分就扣在了这个材质还是比较粘指纹了。这个 A 面哈，对比像幻16 Air 呀，对比像 MacBook 的话，能不能打赢？你们说，而且我觉得它有一些很骚的小地方。电源键旁边是2个 USB-A 的口，用了一个绿色和这个 logo， 看到没有？呼应起来了。很贵的机器啊，就舍得在这些别人注意不到的小点啊，来花钱，来给你一些情绪上的价值。有3个 USB-A 口，2个 USB-C 口，而且是 USB4的速率，然后一个满血的 SD 卡槽，一个耳机耳麦口，一个 HDMI 2.1。然后还有锁口和单独的电源接口，所以说这个接口规格毋庸置疑的，目前16寸轻薄游戏本里面我找不到比它更好的了。情绪价值上面来说，会让我觉得啊，这个机器2万块钱好像也还可以哈，就会有这种错觉，知道吧？而不会是会让我很理性的觉得啊，5070钛的电脑1万块钱我就可以买了，我凭啥花2万？我不会有这种想法。当你看到它的 logo、它的质感、做工这些小点缀的时候，你真的会被它拉进去一下啊。但是能拉多久，这个就看你自己个人的定力了。OK， 完美的单手开合，有一个绒布保护，拿开，不管是下巴、边框、屏幕和它的整个 C 面浑然一体的暗黑系电脑。当我打开这个屏幕以后啊，我只能说，你们看这有多薄，这个是合上屏幕。OK， 开机了。蛇的 logo 出来啦 ，bro 们！机器亮屏以后啊，这个色彩、机器的浓郁要比我用过其他的 P3 的机器更浓郁一点。我不知道是心理原因还是什么。然后我把参数打在旁边，非常顶的一块屏幕。唯一要扣分的地方就是它的屏幕亮度最大只有400尼特，其他参数都是已经顶满了的。然后屏幕的左右边框很窄，上巴半指，下巴一指。我希望它能够像零刃18一样，下巴做到半指的那种接近无边框的感觉。那这个机器我肯定会给它打一个更高的分数。现在屏幕我就给它打一个4分吧。这一块 RGB 键盘 ，damn， 它的亮度、灯效的均匀程度、丝滑程度，我觉得不只是最近用过的吧，在我用过的所有笔记本里面都是最好的。哇，搭配上这个雷蛇 logo， 这个 RGB， 绝了！ Damn bro， 这个壁纸和 RGB 也巨大，单就这个键盘的这个背光就让我感觉还是比较值得。摸一下这个键盘，感受一下。
声音还是比较扎实的，而且它的键帽可以肉眼看得出来是很薄的键帽啊，所以说不能够要求它有像那种传统游戏本那么好的回馈。但在这么薄的机身里面，我可以给它打一个比较高的分数。但还有一个要扣分的地方，就是它的半高方向键，基本上可以告别那种玩赛车游戏啊，还有就是平时做图、做表、做数据比较多的办公人员啊。这触摸板，我觉得在我用过的16寸机器里面，和幻16 Air 就平分天下。然后整个质感也是纯玻璃覆盖的，摸起来哦，丝滑，不错。按压，哦，这个质感比幻16 Air 好。这个按压质感就是我用过的 Windows 的游戏本里面最好的，且没有之一。这个机器有一个隐藏的优势，可能很多人不会注意到，就是它的下半部分的机身啊很薄。有一点像我的那个 MacBook Air， 边缘已经做了一些倒角，来让你的手腕承托在上面的时候啊，打字不会割手。再加上它的这个部分很薄，所以说它放在桌面上的时候，我的手自然的靠上去的时候，它的那个倾角就不会像其他的键盘一样是这样子的。我觉得这个机器在情绪价值的角度上来说，已经可以让我觉得值回票价了。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还是这个指纹的问题哈。它的详细评测我会使用几天，然后把各种测试啊、日常使用、办公啊、剪辑什么的全部测完以后，再给它拍出来。我不能用正常的思路去评判它什么的，我就讲几个我喜欢的点啊。第一个点就是这个键盘和触摸板的配置确实是很给力啊，就你单独去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第二个点就是它不管是 logo 还是像 USB-A 口这种绿色的灯光以及绿色的涂装的点缀，你们知道雷蛇的主打色就是绿色嘛，在统一性上面，或者是如果你是雷蛇的键鼠的那种全家桶的用户的话，那你肯定会很吃这套设计啊。我个人是比较吃这种设计的。然后再加上机器拿在手上很轻薄，2.1公斤的重量，5070 钛的显卡啊，在这么薄的机器里面，再加上它的接口，你基本上是目前16寸的游戏本里面我能找到最全的接口。不考虑价位，就把它当做一台我能够随时可以负担得起的电脑的话，那我会觉得这台电脑会给我很多情绪价值啊，就会让我很愿意把它携带出门，或者是平时就用它来办公啊、游戏啊啥的啊。第一个缺点啊，在开箱部分连指纹的情况，你们看已经惨不忍睹了，随时准备一块擦机器的布吧。OK， 如果你们想看关于这台机器的详细评测的话，一定要关注我的这个账号。如果你们想看更多好玩、好笑、骚气的科技说话视频，请一定记得要关注大嘴夜报复。